如果说前2年是3A 大作最魔幻的2年，而今年是动画赛车游戏最魔幻的1年，他们带来的是各种珍藏私货和游戏特色，让玩家们的选择百思不得其解。有些游戏充当的任天堂的舔狗，有些游戏价格昂贵，内容极其的少，有些游戏好像赶鸭子上架似的，问题时有时无，而有些游戏就是有 bug 不去修复而摆烂的，这样就让他们的销量非常的惨淡，搞得他们既比不过马里奥赛车8，也比不过团队索尼克赛车。而即将推出的迪士尼无限飞车肯定是不想混入这帮猪队友的队伍中，所以2022年12月1日 Gameloft 宣布，游戏还要继续打磨，要跳票到2023年。到底是什么游戏搞得今年的赛车游戏这么魔幻？我们就一个一个的来揭晓。陆行鸟 GP 史上最垃圾的赛车游戏，没有之一。作为一个日本一线大厂，竟然把游戏搞得这么拉胯。作为最终幻想的一个子 IG 和乔可波的温顺性格，被 SE 搞得臭名昭著和招摇骂街。SE 去年毁掉了巴兰的异想奇境，而今年又想毁掉最终幻想的子 IP， 搞得玩家又在夸 SE 这句名言。真他妈的有你的啊 SE！ 而你看到的是乔克波的委屈的表情，说明乔克波做一只鸟是多么的失败。但我不是在黑乔克波的形象，也顺便进入游戏的主题。我们看到的是游戏里的主界面，这风格妥妥的手游风格。而你以为这游戏一款手游，而这是要秀给任天堂的一款独占游戏。而手游的风格和真正的特色，当你买了完整版的游戏，还需要往里面氪金。我真的是佩服游戏里的开发商，做出一款手游风格的 NS 游戏，做出来还要独占到 NS 平台。好家伙，你这是要秀给任天堂看的吧？而我又去维基百科查了陆行鸟 GP 的开发商，看它的开发商是友香。这个开发商以前是做街机游戏的，然后慢慢就加入了任天堂的阵型。哦，原来是任天堂的开发商帮 SE 做的游戏啊！怎么买了完整版还需要氪金啊？果然日本一线大厂名不虚传，肯定是 SE 让游戏搞得更加臭名昭著。第一个稀巴烂的模式就是教程，这教程没有一点容错性，而是让玩家点对点的来操作，而且由于按键的错乱性难以加速起步，而漂移的动作是跟着其他的游戏跳跃一下再进行漂移，这个让玩家的无知很容易让玩家出错，一错教程就需要重新开始，这是什么鬼教程啊？你们是这样来做教程的吗？你们再看看 Nickelodeon Kart Racer 第3部是怎么做教程的。 Hey, SpongeBob, you ready to try for that boating license again? Let's start with the basics. For it, SpongeBob! You're headed in the right direction now. That's how it's done, SpongeBob. Now that's what I call teamwork. 你再看看人家是怎么做教程的。我拿 Xbox 手柄为例，人家是 RB 键加速起步， LB 键是跳跃漂移， Y 键是主动技能， A 键是扔道具。他们的赛道由水上路段来教你按 X 跳跃，跑完第1圈就由海绵宝宝全发福来对话，到第2圈加入了一个被动技能，这是一个攻击的被动技能，是叫你来扔道具来触发被动技能。而第2圈有条激流勇进，不过这个激流勇进大多数赛道比原赛道还要长，如果不是必须没有人用就是了。第3圈是加入了第2个被动技能，这是一个辅助被动技能，完成某条件就触发被动，就完成了本次的教程。你看看你这教程简直就是烂得令人发指。第2个稀巴烂就是赛道，这赛道还没有学校的操场大，而赛道的设计是明明是拖转式，还把漂移的弯道搞成这么小。拜托，你这不是 QQ 飞车，而巧克力农场另一条赛道是按照 QQ 飞车来设计的，这段更像是洗衣城的这一段。没有连续的过弯机制，也把赛道做台来回 U 型弯。按照这种过弯的方式，100%撞墙，做个赛道都玩死了不少玩家，佩服，真的是很佩服。
而第3个稀巴烂就是游玩体验，游戏机制本身就玩死了不少人，再加上顶级 AI 无论是加速方面都比你快不少，只要他们领先，你怎么追也追不上。本来赛道就很短，还搞这么一出，拿个第1比登天还难。还有按键方面，我上一次说到 A 键是加速，2键是跳跃漂移，L 键是用道具，Y 键是放大招。本身 Access 最大的弊端就是不能改键，你还要怂恿人来按大招，这是什么设计啊？你们是这样来做游戏的吗？不说了 ，SE 就是慢慢摧毁了玩家对草克波的未来，玩家对 SE 感到失望，不仅是任天堂看不下去了，连日本的知名大厂世嘉、光荣、卡普空、南梦宫都看不下去了。陆行鸟 GP 也成为了史上最垃圾的赛车游戏。删游戏了，我会把游戏下载链接放到简介里。舒服了。补充一下，2022年12月22日 ，SE 结束对陆行鸟 GP 的后续更新。本来汪汪队这个 IP 基本都没有人去看，也说明汪汪队本来不是做游戏的。而 Steam 里面的小众作品，不仅评论就比较少，某游戏只有43%褒贬不一。但是游玩体验本身就不够看，还把价格定得这么高，谁给你的勇气？我们在游戏里就可以看到，只有9条狗和加个狗主人，阵型也是比较平淡的。而在列表中，游戏里面的模式也是特别少，只有冒险、立即竞速和分屏游玩，内容本来就不够看的。而在线游玩和计时赛的其他模式都没有，所以这个游戏的DLC我就不继续买下去了，内容根本就不够看了。我们再看到操控方面更是奇葩，一个动画赛车硬生生做成现代赛车的游戏的操控性，跟那些极品飞车和极限剑术等如出一辙。在道具方面，全都是影响对方的速度的，不过技文我觉得还行，这是见过作用最少的道具了，全都是让对方减速，并没有直接打停对方。不过跑完游戏赛道有一个致命的问题，游戏帧数瞬间锁30帧，你必须要重新搞设置来动游戏的帧数，就把游戏搞得平平淡淡，没有人去看的问题之一。然后为什么汪汪队不适合做游戏的另一个原因，而某个游戏就给你答案，玩家玩到这一段时，问题就出现了。为什么迟迟没有进展呢？我们看一段实拍。狗都快被你转晕了，搞得某游戏完全比不上电影似的。不过做出来的游戏在前，电影在后，做好电影就行了。很明显，汪汪队真的不适合做游戏，还是拍回你们的电影吧。今年这部电影还是很有看点的。终于见到一款比较正常的赛车游戏了，角色方面都是 Nickelodeon 的大家庭，而且比上一代变化也是比较大的。不过这游戏还是给你造成有这些小问题的。2022年10月14日凌晨，我跟一个位于美国纽约的网友都在抢这游戏的下载量，而我下载这游戏足足用了1个半小时。你知道这游戏多大吗？7.87G。你再看看团队索尼克赛车的游戏大小，29.6G，比团队索尼克赛车少了4倍。这个我就很好奇它的游戏质量了。我们看到游戏里的主界面，虽然说跟上一代一样不支持中文，但是它的字体是可以显示中文的，只是他们没有去做而已。不过我对那些人物还是带给你们不少惊喜的，特别是艾普利尔的五官形象，简直魔性到没法看。我们再看到在大乱斗里的艾普利尔的形象还是比较端正的，并没有什么问题。而在这个游戏就是另一副景象，到了开盘把镜头转到面前之后，这脸面着实把我给整笑了。你可是人类啊，
你别把你自己当成乌龟了。我也不知道怎么来形容它了。拿个百度表情包比一下有多像，弹幕告诉我。不过他的问题还不止这一点，刚才我说到的 bug 问题 ，bug 也是国外玩家感到差评的原因之一，比如穿墙 bug、跳高 bug。有哪里跳不起来，证明你要减肥了。我能探测到的 bug 只有这些，并没有 Steam 评论区所说的 bug 多。游戏赛道方面增加了水上赛道、激流勇进，还有漂移可以转弯连飘的，比上一代好了不少。这一点玩家也是比较赞扬的一点，也修复了上一代一个致命的问题，就是跑了计时赛第2天游戏数据丢失的问题。游戏已经玩了有60个小时，还在 YouTube 里直播了2次。虽然说销量依旧惨淡，对我来说还可以接受，不像上一代那样直接给了个差评，来个反向操作了。我原本以为蓝精灵的游戏依旧是全平台的游戏，可是事与愿违。蓝精灵的独家开发商是比利时的 Awesome Studio， 毕竟蓝精灵是比利时的招牌动画。但这个开发商今年去做另外一个小众作品，而今年这个小众作品简直就是烂到家了，30%的多盘差评，不仅评论少，而且玩家压根就没有去玩这个游戏。而蓝精灵卡丁车的开发商就交给了法国的 Eden Game， 并没有交给做加菲猫卡丁车的 Afterfest Studio。 而且 Eden Game 是做现代赛车游戏的，和动画赛车游戏一点关系都没有。不过有一个疑点，游戏不是第三方厂家吗？为什么还要搞 NS 独占，步入新娘 GP 的后尘？而我在外网上并没有找到登录 NS 的原因，那还用考虑吗？肯定是被任天堂充值了。我认为任天堂充值蓝精灵的理由是肯定是 WRC 时表现糟糕。任天堂根本就不缺动画赛车游戏，它缺的是现代赛车游戏。不然那些极品飞车、F1 等等根本不去看你这个烂平台。开发商的讲解就到这，而今天要讲解的内容直接就毁掉了蓝精灵的形象。第一个毁掉蓝精灵的形象的是价格。GameStop 看到的游戏价格是40美元，约合人民币280块钱，不仅定价极高，而游戏压根就没有人去玩。本来蓝精灵热度就很低，你还搞个 NS 独占，更加的没有人去看这个游戏了。不过这个还不是最离谱的，第二个毁掉蓝精灵的形象是游戏引擎不明和平台表现。价格都定到这一份上了，竟然还没有用上虚化引擎。前3个游戏都用上了虚化引擎了，加上连高分辨率和60帧补丁都不打上，游戏表现肯定只有 720p 30帧，玩起来非常的难受。30帧玩赛车游戏有多难受，玩赛车游戏的人都知道。但是我觉得游戏帧数压根就没有30帧。还有游戏内容也是极其的少，跟汪汪队是同一个货色。本来游玩体验都不怎么样，还搞这么一出，12个角色，12个赛道，你还卖这么贵，简直就是离谱，他妈离谱到家了！好好一个蓝精灵的形象，非要去学 SE 独占 S 平台，直接就毁掉玩家对蓝精灵的未来。如果游戏登陆全平台的话，我肯定不是这样来评价。这游戏的讲解也就到这里了吧。今年的动画赛车游戏啊，简直就是魔幻到了一个极点。有2个游戏本来是打算登陆全平台的，结果这2个最差的游戏都搞 NS 独占，简直就是卧龙凤雏。如果去年的卧龙凤雏是《战地2042》和《使命召唤：先锋》的话，今年的卧龙凤雏肯定是这2个游戏了。蓝精灵卡丁车基佬比较多，卧龙没辙了。乔可波性别不明，本身就一只鸟，就是凤雏了。已经知道今年的动画赛车游戏有多魔幻了吧？这个我不多说了吧。好了，视频到这里就差不多了吧？毕竟我做这个视频也是用了几天的时间。
本视频制作不易，请观众们多多支持一下。视频会在 B 站、头条、百度贴吧、腾讯视频、咪咕、YouTube 上传发布。看到这个视频的你，也已经进入了2023。2023又有2个动画赛车游戏准备就绪了，一个是已经跳票的迪士尼无限飞车，另一个依然是 Sandy Cloud 开发商的恐龙赛车。这2个游戏表现如何呢？还尚未可知，有多魔幻呢？等游戏发售才知道。毕竟我对那些游戏还是比较期待的。视频到这里了，咱们下期不见不散。